各位优孝子、恩姨老、国服小鬼、外服天龙人、原批、周批、抽象人、河豚以及各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乐子人们，大家好啊！这是任老板游戏频道 ，Welcome back。这么些时候没更新呢，很多人都在问，哎呀，你鸡巴1个月不更新，是不是让人宰了？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能怎么办呢？如果你开局丢个王炸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只能评价 You say right, all you say right 了呗。那我1个月不更新，我能不能是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啊？1个月不更新，我就是被宰了。那么照你这么说，我现在在岗学业还相对轻松，等彻底投入工作，我可能就销声匿迹了。我逢个大年30，逢个万圣节啊，什么万圣节、圣诞节，给你们更个新，那你还要去坟头给我烧叠黄纸是吧？真的搞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你硬是要说，哎呀，这辈子就这么点爱好了，就乐意和你对线，那你我都放塞顶该我损聪你呢？连你最后的爱好我都不尊重一下，那我就真鸡巴缺德了，对吧？然后再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11月没有更新。第一是活不够大，第二呢也没有多少可以整的活，两者加起来我就彻底没必要做视频了。再加上11月去办了一些关于人际方面的事儿，然后做视频这个问题呢就彻底抛之脑后了。换句话说 ，I'm so busy and no news no member， 还不如直接总结一下，当成12月月活的一部分呢。不然后果就是我也没骂爽，你也没听爽。我做视频呢还是老样子，大活呢我会立马跟进，如果活太小呢就没必要整了。其次哈，我也是个懒狗，1个月如果能超出2期更新，那就算成功了，好吧？那么废话就说这么多 ，Let's begin today's story time。大概在11月末，我在刷 B 站的时候，偶然在首页上看见这样一个视频，大概就长这样式儿。我寻思挺好奇，哎呀，怎么又用上这标题了？结果我往后一看，哦，原来是某位牛马东西又出来祸害人了。至于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下面给出的这期视频。首先感谢这位 UP 的抬举，同时也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咱。其次，罗冯诺，你妈了个臭逼！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一天天就会坑蒙拐骗了是吧？真缺这2文钱给你妈买棺材是吧？我寻思之前你给人耗销了，就真鸡巴缺德了。我就跟大伙说，就当你是个小丑，博咱一笑，逝去的东西无法挽回，过了就过了吧。结果你鸡巴直接来个士别3日，定当刮目相看是吧？啊，确实刮目相看了，眼睛都快刮瞎了，就为了看你这种failure。你他妈属剑皮色的还是属海姆的？合着每天不用那冷水蘸皮鞭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就不爽是吧？王世贞曾言，为商之道，人性为本。诚信这2个字，你是一个都没学到啊！不要跟我说什么，哎呀，挣钱嘛不寒碜是吧？人家是以诚信为本，就算跪着挣钱那也不叫寒碜。你是什么呀？吃了上顿没下顿了是吧？还直播爆点啊！来，我们看一下你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惊喜，上 surprise。我就态度差，我就拉分姐，服不服？谁都不服，我就服你，我就大庭广众直接拉黑你，你服不服？我就直接拉黑你，好吧？你服不服吧？你不服你就憋着，怎么地了我就拉黑你。你说有些人吧，哎，你说你没钱，你还喜欢在这一直狗叫，对吧？人家你说我是这个坑人的啊，然后呢，你又没有带着我这消费，我就一直在这跟风飞有这么动。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吧？你起码你早讲带我这消费过的人，一钱都没有带我这消费过的人，你就在这一直黑我，这样的有什么必要？好吧？哎，我说好吧，就你这种又没钱又在这黑人，你有本事你故意买我东西然后再黑我，你有本事就是那样，你又没点钱还想黑别人，就靠 B 站给你推送没点流量你就黑谁呀？什么逼水平都没有，你说你这种有什么流量？你觉得你配赚钱啊？抛开对与否，各位觉得这话说的扯淡吗？我的评价是安禄山进长安。其实看过我2期视频的观众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冯明然这个人吧，特别喜欢洗白，包括他上次说的，哎呀，你都没有证据，你怎么确定我是搞诈骗的呢？我凭本事赚来的钱为什么要还给他呢？等等一系列的说辞。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有种东西叫做大众口碑，这个东西分布于各位经常使用的各类网购软件上，包括什么 Amazon、eBay、大陆的淘宝、京东、美团等等。你可以理解为他自己做生意做的臭，还不允许别人骂，别人一骂就，哎呀，你又没在我这消费过，就纯黑子呗，等等之类的。那么对于在他这里消费过的人呢，他又来个，哎呀，我赚钱最重要嘛，就几百块钱而已嘛，是，就算我搞诈骗了，你看警察管不管你嘛？快报警吧！
前后2句话能同时出于你这种 failure 身上，难道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你打开脑洞想想，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你搞诈骗的事情？是不是你自己把口碑做臭了？你认为人人都活该被你诈骗是吧？冯明然，我就明摆了跟你说了，在你这消费过的人将会组成一个维权团体，他们会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各大视频平台，而我和我周边的朋友将会在油管持续更新关于你的故事。换句话说，有我一天，我就会口诛笔伐你一天。没事嘛，咱不是逼脸不要嘛，咱就上 YouTube， 让国际友人来评判一下这个事情。上个关于你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将近5万播放量了啊！我不确定看见这个视频的都是港澳台的同胞，因为我们同时制作了繁中、日语、英语等字幕。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加入更多的小语种，我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姓冯的在搞诈骗啊！不扯那么多，总结一下。你要真缺这2文钱给你妈买棺材，咱就正大光明的去挣，不然你拿这钱买来的棺材，你妈睡着铁定也不舒服啊。关于这件事情以及这个人，我想说的就是，请各位买号的时候尽量去一些有官方认证的平台，像什么淘宝啊、螃蟹账号等等这类地方。同时，也请各位做入坑教程以及账号来源的博主呢，将正规账号来源渠道标明。这条视频也希望各位转发给你想要入坑但是又要走捷径的朋友。做到这一点，各位博主呢，基本上就仁至义尽了啊！如果你的朋友头铁非要试一试，而后惨遭诈骗，又哭着找各大博主帮忙的话，那么请代表我向你的朋友说一句：傻逼！喜欢不听劝，那就活该被骗。不要说我没教你，真鸡巴烂泥扶不上墙的都。也不多说什么了。如果你想加入维权团队，群二维码我会放在评论区，请各位自行加入。温馨提示：本章节是这一期最垃圾的新闻，也是最扯淡的事儿，所以说本章节的攻击力会比较的高。如果你不想听攻击力高的部分呢，可以跳转到下一个章节。那么这个事情呢，是11月份发生的啊，就是蔚蓝档案图文馆解散了。之前很多人都在私信想让我发表一下关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寻思这么多人给我发私信，这个事儿可能还比较严重吧。然后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当我看完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还吞不下去，就卡脖子那纯恶心。怎么说呢？这事儿就2个字，扯淡，5个字，真他妈扯淡。我也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根据我的了解呢，就是那天图文馆转载了一张学生的百合漫画，然后很多玩家被牛头人了，就去冲图文馆。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思维来推断，这个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是图文馆发个道歉信，态度端正一些，不要玩文字游戏，基本上就能够平息这个风波了。毕竟您10万粉在 BA 圈的地位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图文馆的带头人做了一个但凡带点脑子的人都想不出来的角色，就是你妈了个臭逼！我们他妈的有爱发电，还轮上你来说了？我们就是要搞。哎呀，我们不仅要搞，我们还要多多的搞，我们就是恶心你。不是哥们儿，你入坑地球 online 的时候，给你的点数全鸡巴点肢体上了是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这7个字的含义你是一点都没领悟到啊。结果呢，就引来了更大的玩家潮流来冲他，其中鱼龙混杂了很多游戏的群体，除了 BA 啊，还有我们最著名的某某，还有某某某某，我不点名了，好吧？各位自己去脑补一下。最后呢，被骂的内部员工起了冲突，一个刚到10万粉的团队最终不欢而散。大哥，你鸡巴考迪克是吧？暴雪交到你手上能被完成年度最失败的公司，一个辛苦到达10万粉的团队能被你一件事直接搞得身败名裂解散。10万粉啊，你他妈不爱惜要给我好不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吧。我说到这里啊，肯定就有杠精要来一句：哎呀，人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你看人家多英勇啊，你还给人家表现成这个逼样子，我看你就是那个主谋。你妈了个臭逼！又没那个后台，腰杆子又要硬，才10万粉腰杆子就成这样了？那我给你100万，你岂不是要飞起来？迪士尼各位都知道吧？之前他们搞出来一个黑人公主的形象，那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迪士尼搞出来这个东西被骂了吗？啊，确实被骂了。但人家删电影了吗？没有，并且人家对于这些舆论是什么态度？同样也是牙齿咬死了就一句话：你鸡巴爱看看，不爱看滚。那请问这部电影对迪士尼100多年的名誉造成了什么影响吗？有些许，但是并没有到让迪士尼非要解散的地步吧。同样，再用这个问题映射到图文馆身上，当你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别人都说不动你了，你的腰杆子才能算是硬得起来。除此之外，你就夹着尾巴做人，不管你10万粉还是100万粉，不要给我搞什么冲锋陷阵那一套，在我看来就纯鸡巴搞笑。同样也反映到各位博主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做大做强，就不能学习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无疑就是给自己找死，还是死得非常快的那种。具体死亡时间就参考图文馆这个态度发出来的那瞬间到倒闭，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这个事情实在是过于垃圾了，好吧？现在以至于图文馆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一个东西，也是有原因的。好了，垃圾话不多说，好吧？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最后这个问题呢，得先从中国的贴吧开始聊起。那么中国的贴吧，各位都知道是什么成分哈？像什么孙笑川吧、Photoshop 吧、屌图吧、地狱笑话吧等等，这些是真正的做到了用途如其名了。而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呢，可能会让一些小鬼直接破防。如果你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心理准备，那么请直接退出这个视频，不要说我没教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评价个什么呢？碧蓝档案垃圾桶吧。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呢？我相信这个吧建立起来的初衷也是为了曝光一些丑陋的事物，而现在这个吧早已违背了它当初的意义。有些小玩意儿哈，我不点名了，是谁自己心里有逼数，在上面那叫一个如鱼得水，是吧？仗着自己会用个智能手机，能连上个互联网，他妈了个逼的，什么都往里面挂，无论好坏，只要你说的话让他不高兴了，一天之内你的视频外加你这个人，他都能给你挂那上面，供人践踏。你说扯不扯淡？真的，哥们儿，你要觉得除你之外都是 trash， 那有没有种可能你才是那个真正的 trash 呢？要不你自己找个 trash box 钻进去吧啊，省得脏了我们的手。然后你先别急，我说的只是部分人，你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好吧，最近垃圾桶吧又在闹个什么风波呢？闹河豚风波。那对于河豚的定义呢，我就不细说了，好吧？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河豚，可以去查一下梗百科。就小小的举个例子，大运动会那个活动 ，Yoga 不是上去摸了个签吗？签子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和老师一起完成了这个比赛，然后大家就开始猜这个签子里面到底写了什么，能让老师一起来完成这个比赛。这个时候台上就有观众猜说，每一届选手都有带着喜欢的人越过终点线，最终成为情侣的这个签子，然后就有人把这个事情挂出来了，还一大堆评价，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不是，妈了个臭逼！我就奇怪了 ，Nansen 做这个游戏，如果连剧情都写不明白，他做了干什么？要是不好的剧情，他能挂出来给你看到吗？那不内部人员自己就打消了吗？虽然说我也反百合，但是你这明显是有被害妄想症啊，哥们儿！你看谁都像百合，莫非不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看谁都像鬼吗？然后前些日子我在垃圾桶吧博览群书的时候，就看见国服又在那儿作妖了，因为剧情翻译问题，导致第3章有一段剧情变成了纯正的百合。这里我就不点名是哪段剧情了，好吧，你们自己去脑补。然后不出意外被冲了，同样也有人把这事儿挂垃圾桶吧了。我就寻思抱着个吃瓜看乐子的心情去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更乐了。因为众所不周知，简体中文的翻译是基于韩文翻译过来的，而繁体中文的翻译是基于日语翻译过来的，再加上国服的种种翻译还要规避政策方面的矛盾，于是笑话就出现了。国际惯例，我翻了一下评论区，一片骂声中赫然出现了几个我曾经见过的名字，那些个人曾经在我的上期视频评论区下面团建过，具体是什么呢？维护他爹的名声，疯狂抬高他最爱的国服来贬低我们。上期视频我还找不到理由来评价他，但是现在最大的小丑出现了，那我们到底从哪开始评价呢？先让我们回到上期视频。Later， 上期视频不是有劝各位去外服的想法吗？结果有些人就给弹幕上强度了，说什么哎呀去你妈了个臭逼的国际服，玩你妈的外服，国服不是原版是吧？你看国服给的奖励又多又好，总之国服就是我爹啊！你要再说国服一句话，我就给你妈杀了。那你都这么说了，为什么我不顺从你呢？就经典了，我一给国服玩家一点建议，立马就能开起团来，说什么哎呀你管你妈了个臭逼，你鸡巴太平洋警察是吧？我就乐意当孝子，他就是我爹，不允许你说我爹半点儿。结尾还来过，哎呀你就是外服天龙人。结果呢？现在骂的最凶的反而是你，你不乐意玩你的鸡巴原版吗？那你就好好的玩啊，破什么防啊？上期视频我就告诉你了，鸡巴自己选的路，牙齿打碎了咽肚里都不要叫出来，你只要一叫出来，马上就变成小丑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跳出来，哎呀，你才是小丑，你鸡巴全家都小丑，那我也不说你什么了，好吧？我给你道个歉，你没错，我错了。好吧，我居然对一个小丑抱有改正的希望，那今后你就愿意干啥就干啥了呗，想骂谁就骂谁了呗。因句句你信谁就讲，我都没好讲了。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终评价一下，还是挺糖的，好吧，没什么好说的了，让我们拭目以待，12月绝世唐门新赛季又有多少糖事儿能突出重围，让我看到。老样子，因为两地政策不同，这个视频我同样还是会发布2个不同的版本。So if you want to watch original video, you can go to my YouTube channel. You know the rules. And the last important things, 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small bell reminder. You can get much excellent video in future. Thank you support from Boston Game Studio. So goodbye everyone. We'll see you again in December. So boss, what happened with that? Didn't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the only one in the group now? You will eventually die if you continue like this. I know, but
I promised them to take to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you know? Stick to the motherfucker original intention. Haven't you even thought about why? Oh, do you think we should provide guidance and guidance? I think there is an element of recording safety in broadcast China. Yes? No need to question. There must be. As a good brother and YouTube channel operator, I will ask you 2 questions. Firstly, will people really be undisclosed? I think maybe not yet. Secondly, will a person who truly wants to find fault with you really give up the idea of finding fault with you because you are full of strengths? You know, actually, I stick to that sentence just now. So doesn't that make sen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are still here to ride ahead. In terms of production time, you have to be longer than them, and in terms of total video time, they have to be shorter than you. As for level of position, to be honest, bro, in fast food area, you won't push traffic to you just because you do well, except for fast and good. That kind of work is usually operated by a team, like a big activity in 5 days, a fast 3 days, and now it's just the 2 of us. Do you think this really has a bright future? Yes, you say right. Actually, I also know that the aggressive track is not very fast.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be done. So after all this talk, maybe you can give me some idea, yes? I think the best decision right now is